大家好，这里是 InSync Talk。InSync Talk 是 Web 开发和 AI 相关的一个播客节目。那今天想跟大家去聊一下目前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 prompt 工程。大家现在应该都和 AI 去聊过一些天了，也知道 AI 它大概会去遵循你的指令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写自己的 prompt 来去更好的和 AI 沟通，让 AI 更加去 follow 我们的指令呢？那这个其实也是长久以来非常有趣的话题了。那这里我想给出我的一些建议。这期视频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说 prompt 工程的尽头是说人话。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和 AI 去聊天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你先要指定一个 AI 的 role 是什么，那它的整个 background 是什么，以及它要做哪些事情，它不能做哪些事情。那我记得在大概去年还是前年最极端的时候，甚至有人拿 Lisp 来去写 prompt 工程，他写的在我看来非常的土，但当时非常火。但我觉得正确的和 AI 聊天的方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每个月大概会花2个 billion 的 token， 所以在我个人的一个体感上来说，我觉得正确的和 AI 去聊天的方式，让它去遵循我们指令去帮我们做事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我们说人话。那我们一个最基础的点就是我们需要把 AI 当成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或者说他也并不是一个笨蛋，你就把它当成比如说 junior 的一个实习生，那你说什么他做什么。你当然可以去给他一份非常冗长的 PRD 来去告诉他说 A 做这件事情 B 做这件事情，你需要在这个星期内完成一个列表，可能一个长达8页纸的 PRD。那你想想，你如果把这份文档丢给你的实习生，他肯定要一头雾水，他要花可能1到2天时间来去理解说你这个里边东西是什么。那这个事情你给了他1周，他中间花2天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就他非常的消耗他的上下文，非常的让他理解不了他到底应该做什么。而我们和人说话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和人说话，我们首先有一个主旨在里边，根据这个主旨，你其实可以让你的实习生来去做一些自由的发挥。比如我会说，我这里要一个 button， 让用户可以退出。你跟人去打交道，你只会跟他说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而不是说你是一个什么前端开发的专家，你做的事情不会出错，你做的什么前面有一堆这种废话。那这些东西有用吗？我觉得随着 AI 智能的发展来说，它变得非常的廉价，甚至是负优化，因为它会充斥你的整个 context， 会把你的 context 的这个 window 给压缩的更短，让你自己有更少的方式去让 AI 做事。我其实非常不推荐这种方式，我更推荐你把这个 AI 当成人，你告诉他说，我这里要一个红色的 log out 的 button， 不管你用哪个精确的红色，我也不管你这个 button 多大多小，你只要 match 到我的项目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一个 web coding 的精髓了。我们不强制要求说它一定完全按照某一个具体的值来去做，而是说它达到那种效果就可以了。那另外一点，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经常会一个 session 聊到底。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整个这个 session 情况下，假设是1 million context window， 整个 session 里边它会记住你前面的一些指令，比如说你要它说这个 button 是红色的，那你过了一会儿说我想要我的主题色也变成红色。然后又说我这个后端代码怎么看起来不太对，我要调什么。你在一个 session 里面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这个对 AI 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它只占你非常有限的一个 context window， 它同时还充斥着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前面可能还在写前端，后面突然跳到后端了，那其实前面前端的一些 memory 是没有用的，你不需要去在一个 session 里面让它做完所有事情，而是说应该让他在一个 session 里面就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这个 session 我就说，你这个 button 给我改成红色。那另外再开一个 session 说，我这个后端的 API 接口设计的不好，你帮我再把它 RESTful 画一下。或者你再开第3个 session 来去告诉他说，我这个 circle 有问题，你帮我整体优化一遍。对，这样的，而不是说把这3个 session 放到一起，它一方面会让 AI 有一点点混乱，另一方面它当然也是贵的，因为我们很多模型，比如说以 Opus 4.7来说，它的前20万的 token 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但后面的从第20万到第100万中间是贵很多的。所以我比较推荐说，我们一个 session 去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一件事情它如果做得不好，你是可以接着跟他聊的嘛。还有一点我提的建议是说，如果可以，我们尽量拿英文来去和 prompt AI 工具来沟通，因为
如果你有关注过各个模型的 benchmark 的话，它有一项 benchmark 是多语言的支持。多语言的支持，它就意味着说它是以某种英文来去作为基准语言，比如说转换到中文或者说日文这样的方式，它的分数是到不了100的。所以说我们用其他语言，它是有一定理解上的损失的，它不是一个100%的正确的程度。那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英文，它因为是模型默认语言，那它的理解程度会更好。那当然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就是你的英文很好，你可以非常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当然，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能那么极端了，就是用你自己最熟悉的语言，然后来让 AI 能够比较准确的理解你的想法，然后去做事情。OK， 那我们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大概就是这样。整个出发点就是说，你要把 AI 当成一个人，你要跟他说一些基础的指令，然后尽量不要给他写很多八股文。那我们该 clear 掉这个 session 的时候，也就 clear 掉，然后和 AI 进行一个新的对话。因为 AI 它其实自己有整个上下文的 memory 的机制，所以它会记录一些它自己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疯狂的往这个 context 里边去堆东西。好的，那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 prompt 小技巧，或者说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来去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样，拜拜。